我救了一个保姆，给她工作，给她吃，给她住，她却跟我老公滚到一起，还想要我的命。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拖着满身的疲惫回家，我发现大门没关，留着一条缝，一定是老公。跟他说了很多遍，进门把门关好，他总是随手带过。还好小区治安比较好，不然哪天被偷家了都不知道。但是让我没想到的是，家没有被偷，人被偷了。大门没关紧，房门关得很紧，可关得再紧，我还是听到了那些让人脸红的声音，里面在做什么不言而喻。我心里咯噔一声，然后就听见在我和老公的房间里传来了他和另外一个女人的声音：丽丽，我可爱死你了，讨厌。他们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完全没发觉有人进屋，隔着一道门听着一切。我没有勇气推开那扇门，忍住胃里涌上来的恶心感，慌乱地跑出去。我知道，一旦推开，将是一场让所有人难堪的修罗场。因为刚刚那女人的声音我太熟悉了，是我请的保姆吴丽丽。我被最信任的老公背叛了，一口气跑下楼，我的脑子里乱哄哄的，跑到小区公园的椅子坐下。我艰难消化着刚刚听到的一切，和我相爱多年的老公居然会出轨，出轨对象还是保姆。没想到电视剧里才会发生的狗血剧情会发生在我身上。最初的恐慌退去后，我感到一阵被背叛后的强烈愤怒。他们什么时候搞到一起的？在一起多久了？为什么背叛我？我胡思乱想着，眼泪不争气地流出来。今天这样的情况绝对不是他们第一次偷腥，他们把我当傻子吗？竟然明目张胆地在家里乱搞，怎么能这样对我？小陈，你脸色怎么这么差？身体不适吗？我抬头看去，是住在同栋楼的王阿姨。哦，没事，可能是有点累了，可能是看到了我的泪痕。王阿姨还是一脸担忧，刚刚看到你老公和你们家保姆回来了，要不要把他们叫下来？不用，我休息一下就好了。谢谢您。突然提到他们，我下意识拒绝。现在老公和保姆正在兴头上，还是不要吓到王阿姨了。在公园收拾好心情，我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又重新上楼。大门还是虚掩着，我故意在门口大声说道：门怎么是开的？又不关门。慢悠悠地推门进去，刚好看到老公和保姆手忙脚乱地出来。小杰，你怎么突然回来了？老公殷勤地拿过我手里的包，眼里满是试探地问道。原定的出差是晚上才回来，为了给他惊喜，我特地早早完成工作回来，没想到他们先给了我一份大礼。怎么，我回来你不高兴？怎么会呢？哈哈。你们两个怎么一起从房间里出来？我心里发堵，故意这样问道。老公和保姆果然流露出了很慌乱的表情，但是保姆的反应很快。哦，今天要给你们屋换床单，涛哥在帮我呢。借口拙劣又敷衍。我点点头，装作毫无察觉的样子，靠近主卧。他们脸色却突得大变，脚尖在主卧门口一拐。我推开了次卧的门，没有看到那一床狼藉。身后的两人放心地呼出一口气。我勾起嘲讽的唇角，收回余光，目光落在床上的小人身上。3岁多的孩子睡得很香，摸了摸女儿熟睡的脸，我松了一口气。还好他们的荒唐事没有吵醒女儿。保姆叫吴丽丽，是我救回来的。当时是大冬天，她被打得遍体鳞伤，倒在路边。我把她送进医院，帮她付了医药费。痊愈后的她跪在地上给我磕头，要感谢我的救命之恩。她刚满20岁，乡下的父母收了彩礼，要把她嫁给隔壁村的无赖。
吴丽丽不肯，被父母打得全身是伤，关在屋子里，就等结婚的时间一到，就交给婆家。她拼死逃了出来，来到城里，3天滴水未进，还带着伤。要不是被我发现，真的会挺不过去。看得出来，她真的很感激我，眼里都是真诚的谢意和感恩。她说想留在我身边伺候我，不要报酬。我被逗笑了。现在又不是旧社会，我怎么可能把她当丫鬟？她哭诉没有地方可以去，我也很同情她的遭遇，和老公商量后就把她留了下来。我和老公都是国企员工，生了女儿，产假结束我就要回去上班。吴丽丽的到来刚好解了我的燃眉之急。现在住的房子是3室1厅，主卧是我和老公住，次卧是儿童房，客卧就分给了他。我供吴丽丽吃住，每月还给她1万的工资，让她留在家里帮我照顾女儿，顺便负责家庭卫生。这么好的待遇，让吴丽丽又是流着泪千恩万谢。哪里想得到，留下的是一头白眼狼，直接照顾到男主人床上去了。我咬着牙，越想越气，这个保姆是不能留了。确认好女儿没有异常，我轻轻关上门出去。吴丽丽正往洗衣机里塞着换下来的床单，老公见到我出来，就进厨房给我倒了一杯水。老婆，累了吧？喝口水休息休息。他边说边打量我的神色，我回以甜甜的一笑，谢谢老公。见我和平时一样，对他还是这么和颜悦色，一脸幸福的样子。老公眼里的怀疑彻底消失，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晚上想吃什么？等下我和丽丽去买。说完，老公和吴丽丽的视线在空中隐晦地交流了一下。吴丽丽娇嗔地看了老公一眼，涛哥，陈姐好不容易在家，你在家里陪她吧，我一个人能行？没事，你一个小姑娘怎么提得动那么多东西，把你累坏了，到时候小杰不得怪我，你说是吧？小杰，老公转头笑着问我，还当我是之前那个什么都不知道，把吴丽丽当亲妹妹疼的傻瓜。是啊，累坏你我们会心疼的。我低头喝水，掩下眼里的厌恶之色，意味深长地说道，之前我怎么会没发现，每当老公想要单独和吴丽丽相处时，就会用这样打趣的方式降低我的警惕。要不是这次的临时突袭，我还会被蒙在鼓里多久？仔细回想，我才发现一切都有迹可循。吴丽丽痊愈时，我和老公一起去看了她。当时老公看到她的一瞬间，眼神都亮了，只是一瞬，她恢复了往常的神色。我以为是我看错了，所以并没有放在心上。不得不说，吴丽丽虽然不是那种长相艳丽的女人，但很耐看，而且年纪又小，有一种让很多男人动容的青涩感，像一只亟待采撷的娇弱小白花。可能怕失去这份工作，她刚来的一段时间表现得很好，细致又勤快，以至于我对她没有丝毫警惕，完全信任了她。我和老公的部门不同，职位比她高一些，自然平时会比她忙一点，很多时候加班到深夜才回家。但是不管多晚，她和吴丽丽都会在客厅等我，我为此感动了很久。现在看来，应该是2个人滚完后，才顺便刷一波我对他们的好感度。老公也会经常进厨房帮吴丽丽打下手，美名其曰眼里有活闲不住，实则是在里边打情骂俏吧。生日时，老公送了我一条项链，不久后，我看到吴丽丽脖上也戴着一条一模一样的。我疑惑地问老公，老公解释是保姆看我戴着好看，所以也买了一条。那条项链要1万多，按照吴丽丽的平时的行事风格，她根本舍不得买。我怕伤害到她的自尊心，没有追问。
万一真的是很喜欢，所以才买的呢？后来我无意间发现，他身上的首饰越来越多，连衣服都是品牌货。天真的我以为他是月光族，哪里想得到是我的亲亲好老公买给他的。老公的工资1万多，每个月交给我6000，剩下不多，给他自己安排。男人在外面总要有点钱在身上，没有让他全部上缴，是我对他的爱和信任。我和老公是大学同学，恋爱4年，结婚4年。他老家是农村的，我是本地的。现在住的房子首付是我父母付的。我从来没有介意过他的出生，帮助他在这个寸土寸金的城市里落了根，所以他很爱我。父母意外去世，是他陪在我身边度过一切悲痛。婆婆嫌弃我生了女儿，是她大义灭亲，将原本要伺候我月子的婆婆赶回了农村老家。只要我和婆婆起冲突了，她都无条件站在我这边。有福如此，夫复何求？她这么爱我，我也给了她充分的空间和自由。没想到自由会过火，我又回想起好几次，我看到老公从女儿房间里出来，而吴丽丽也在里面。老公面不改色对我说在陪女儿玩，想到他们可能在女儿面前做一些下流无耻的事情，我再也坐不住了，蹭地站起来。丽丽，我这里暂时不用你帮忙了，我介绍你去我朋友那边工作，囡囡可以上幼儿园了，我已经帮她交了学费。我朋友那边正好缺一个保姆，待遇比我这还好，1个月给15000，我觉得挺适合你的，就跟他推荐你了。原本装模作样在收拾沙发的吴丽丽呆愣了几秒，不可置信地看着我说道：“你要赶我走？”她的声音因为突如其来的意外提高了好几个度，显得尖细。我和老公惊讶地看向她，似乎是察觉到了刚刚的话不妥。保姆恢复了柔弱小心的语调：“陈姐，我在这里干习惯了，舍不得离开你跟涛哥。”最后2个字她咬得很重。老公回过神，也劝道：“是啊，小杰，丽丽在我们家做得这么好，怎么突然要她离开？”她小心观察我的表情，怀疑我知道了什么，不然怎么会这么突然？我心里冷笑一下，脸上却不动声色。公司的李姐，你知道吧？她现在正是事业的关键期，可是婆婆刚好出车祸，需要人照顾，这不是求助到我这边了吗？都是一家公司。老公很快反应过来，李姐是我的上司，面色缓和下来。是她呀，的确有听说。吴丽丽一脸焦急，生怕真的离开这里，不断给老公使眼色。涛哥，老公接收到信号，顿时话头一转：“我们可以帮她找其他家政。丽丽毕竟干了这么多年了，囡囡也习惯了。”老公把女儿搬出来，以往只要提到和女儿相关的事情，我都会很快妥协，但这一次要让她失望了。小孩子忘性大，过一段时间就习惯了。我已经和幼儿园说好了，下礼拜送囡囡去上小班，早一点上学可以赢在起跑线。我又转头看向吴丽丽，疑惑道：“丽丽，你不是想加工资吗？李姐家很适合你，照顾老人也没有照顾小孩那么累。”她哭丧着脸：“陈姐，工资我不加了，我不想离开你。”傻瓜，总有这么一天的，在这里有吃有住，有老公疼她，囡囡又安静懂事不费人，她当然不想离开。平时为了凸显对我的爱，家里的事老公都是让我拿主意。下礼拜3你就到李姐那报道吧。我趁老公开口前将事情拍板，没有错过吴丽丽眼里一闪而逝的怨恨。一直到晚上休息，吴丽丽都红着眼眶，连晚饭都没怎么吃，看得老公在一旁心疼不已，又不敢表现出来。我将女儿哄睡，回房间准备休息。
躺在床上，我闭上眼睛，想到的都是白天他们干的恶心事。要不是没有多余的房间，我真想把床扔了。老公在我身边躺下，欲言又止。小杰，丽丽一个人在那边受欺负了怎么办？万一她干得不好，李姐不会找我们麻烦吧？我怎么会听不明白老公的意思？睁开眼看着他，他被我盯得发毛，磕磕巴巴问：怎么了？我看着眼前已到中年的男人，身材虽然有些发福，但是样貌还有几分英俊。老公，你还爱我吗？老公的眼神不自觉飘忽，心虚的不敢与我对视。当然了，我最爱的就是你，这有什么好怀疑的？他关了灯，慌乱之下也没有再纠结吴丽丽的事情。我盯着黑暗中的背影，满眼复杂。老公出轨，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送走吴丽丽。就算心里明白最大的问题是老公，可这么多年的感情，我实在难以割舍。女儿还这么小，我不想让她没有父亲，就再给老公一次机会。只要送走吴丽丽，我相信老公的心会回到我身上的。老公，你千万别让我失望啊！周一，我跟公司请了假，马上要被我送走。吴丽丽也没有心情干活，虽然从2年前她就学会偷奸耍滑，没那么尽心了。我痛快地给她放了1天假。老公和她前后脚出门，我把女儿抱到王阿姨家。王阿姨，麻烦你帮我看一下囡囡，我中午过来接她。王阿姨儿女远在国外，平时都是一个人独居，最喜欢我带着囡囡来她家做客。见我这么说，她很高兴。没事，你有事就去忙吧，囡囡小可爱就交给我吧。我感激地道谢，放下囡囡就要走。妈妈，再见。囡囡经常和王阿姨一起玩，一点都不怕生。小陈啊，等一下。王阿姨拿出玩具让囡囡自己玩，把我叫住。我疑惑地看着她，王阿姨把我拉到一边，小声说道：你们家保姆不是个安分的，家里经常就你老公和他2个人，还是多注意点好。她似乎有点不好意思。本来这种事我不应该多嘴，但我把囡囡当作自己的孙女，希望你们都好好的。我错愕地看着王阿姨，她一定是看到什么了，所以才说了这样一番话。连一个外人都能看出老公和保姆的猫腻，可笑我迟钝了这么久。我没有回家，先去快递站拿了一个包裹。撞到老公和吴丽丽奸情那天，我就下单买了微型摄像头。虽然吴丽丽马上就要走了，但我对他们的信任已经崩塌。我要确保我不在家的时候也能知道他们的动向，顺便观察女儿的情况。找了几个确保不会被发现的角落装上去。我点开配套的手机软件，屏幕上出现了几个画面，除了卫生间和厨房，其他地方都一览无余。不愧是我花了大价钱买的，画质很清晰，还有实时录音的功能。晚上老公和保姆回来，对此毫无察觉。上次我的灵魂发问，让老公这几天都不敢和吴丽丽有眼神交流，专心扮演着24孝好丈夫，对我好到让我有回到新婚的错觉。吴丽丽却是反常的平静，她有恃无恐的表情告诉我，她一定有后招。果然，第2天我就看到了好东西。下午5点，我给老公发信息说要加班。1个小时后，我打开监控，客厅的画面里果然出现了老公和吴丽丽。涛哥，你到底什么时候跟他离婚？你真的不要我了吗？吴丽丽委屈地窝在老公怀里，眼眶红红的。老公立刻表明态度：怎么可能？我可舍不得你。可是表姐明天就要把我送走了。她委屈地看着他。老公咬了咬牙说道：我的钱和房子还在他手里，你忍耐一下，等我拿到钱，把他赶出去就接你回来。
我不敢相信屏幕里那个一脸狠绝的男人是那个口口声声说爱我的老公，那些柔情蜜意难道都是装的吗？这一刻，有什么在心里彻底崩塌。吴丽丽继续说：等等等，我要等到什么时候？你不能快点解决他吗？你知道的，他平时看起来大大咧咧，其实心很细。我怀疑他已经知道我们的事情了，那不正好吗？趁这个机会让他滚蛋，你才是一家之主。老公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下一秒却一脸为难。傻瓜，他如果真的知道了，警惕心会更高。我提离婚搞不好什么都拿不到。吴丽丽突然缓缓说道：要不然你想办法杀了他吧。一劳永逸。老公一惊，瞪大了眼睛看着他：别这么看着我，我不相信你没想过。他笑了一下又说道：而且我怀孕了，医生说是男孩哦，你舍得我们娘俩在外吃苦吗？什么？你怀孕了？突然被惊喜砸中，老公眼里闪着兴奋的光芒。太好了，我有儿子了，我们家有后了，我和我妈也有交代了，不用被人戳脊梁骨了。丽丽，你简直是我的福星。陈杰自从生了囡囡后就不生了，害我被村里的人笑话。我妈大老远过来伺候她坐月子，她还嫌这嫌那。为了房子，我不得不把我妈送回去。老公似乎压抑许久，把对我的不满一次性说了出来。保姆抓住他的手放在肚子上，所以你要快一点解决他。老公眯着眼，你放心，我会尽快的。他爸妈还给他留了一套房子，等我一起拿到手，接你和儿子享福。屏幕这边的我早就气得发抖。生了女儿后，我的身体受损严重，医生不建议要二胎。老公也说他喜欢女儿，不喜欢儿子。婆婆来照顾月子时百般刁难，明里暗里挖苦我。大冷天打着不能浪费的名义给我吃残羹冷炙，还差点摔了女儿。要不是老公及时送走婆婆，我强撑着身体也要和那个老钱婆打一架。想到那些生理和心理上所受的苦，我忍不住红了眼眶。原来都是骗我的。老公做了那么多让我感动的事情，只是为了得到我的房子。他太让我陌生了。我发现我好像从来没认识过他，原来这才是他的真面目。房子是我爸妈买的，我的工资高出他很多，贷款也是我在还，他凭什么拿走？居然还盯上了我爸妈的房子，畜生！这一刻，我对老公仅有的期待也没有了。我的父母已经不在了，女儿又还小，只要我去世了，老公就可以理所当然地继承我的一切。监控里，老公和吴丽丽商量着各种能让我意外死去的方法，到最后也没商量出能完美脱身的手段。我静静看着，内心一片悲凉。回家后，我先去王阿姨那边接了女儿。王阿姨，这段时间可能要麻烦你一下了，等事情处理好，我再好好谢谢你。王阿姨摇着手说不麻烦，她很喜欢囡囡，可能是察觉到什么，她很客气的让我不要怕麻烦她。我内心松了口气，接下去要时时刻刻防着老公和吴丽丽。我打算把囡囡托付给王阿姨一段时间。老公和保姆连我都敢密谋杀害，我真怕他会虎毒食子，虽然那种可能性很小。接下去几天，老公表现得更殷勤了，菜他做，衣服他洗，家务活全揽，简直跟刚结婚的那段时间一样，还是那个满心满眼爱我的男人。然而现在的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演的，内心根本毫无波澜。吴丽丽并没有去理解那边工作，如今她是2个人，老公可舍不得她干活，将她养在了另一个地方。我请了一个私家侦探帮我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也是这时候我才知道，老公的实际工资比我知道的多得多。他有很多私房钱，
所以才有钱租房子给吴丽丽住，每月给我的钱才是小钱。这天，老公以为我放松了警惕，终于按捺不住：小杰，这段时间累了吧？我做了很多你爱吃的菜犒劳你。老公围着围裙，将最后一道菜端上桌来，一杯早就准备好的酒递到我面前。我不清楚酒里有什么，只能脸色大变，指着他身后：老公，有老鼠！老公扭头看去，我趁机将手里的杯子和他面前的杯子交换。没有啊！他很快转头，见到我一只手拿着酒杯，还是刚刚递给我的样子，松了口气。我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拍了拍心脯，可能是我眼花了。说完，我端着酒杯喝了一大口。老公见状满意极了，不断给我夹菜。我更加确定酒里有古怪，可能是眼看计划成功太高兴了。老公也吃得很欢，很快他那杯酒被喝完。不知道是不是药效太强的缘故，老公吃着吃着就趴在了桌子上。我放下筷子，心跳得很快。老公，他一动不动。我不清楚是被毒死了还是昏睡过去，紧张地凑近看了看。我听到了呼吸声，看来水里加的是安眠药，确认不是毒药。我放心地出门去。我不知道老公后面的计划是不是要把我怎么样，最好暂时不要待在家里，万一等下他的帮手来了，我可是一点办法没有。让我没想到的是，他没有帮手，还差点死了。我刚从药店出来，就看见一辆救护车鸣叫着快速驶进小区，直觉告诉我一定和老公有关。果然，等我回去，那辆救护车就停在楼下，一个老年妇女哭喊着跟着救护人员下来。我眉头微皱，是婆婆，她怎么来了？老公肯定瞒着我，给了她一把家里的钥匙，没想到误打误撞，竟然碰到了这一出。婆婆的目光看到我顿了一下，然后哇的一声就扑上来打我。你这个不会下蛋的母鸡，就是你害的我儿子，扫把星！我儿子自从娶了你就没好事，我要报警！你这个不要脸的娼妇，一定是你嫉妒丽丽才下的毒手。更多粗鄙肮脏的侮辱性词语从婆婆嘴里吐出来，周围看热闹的邻居交头接耳。外人听不懂婆婆说我嫉妒保姆的含义，我只隐约听到不是生了一个女儿，煤气中毒，陈杰好惨等话。煤气中毒，我心里一惊，电光火石间想明白了老公的计划。原来如此，老公真狠呐！本来开着煤气是打算毒死我的，没想到报应到了他自己身上。多亏我平时在外人面前经营的形象很好，周围的邻居几乎都是同情我、帮我说话的。他们不相信我会对恩爱的老公做出这样的事情。我适时露出意外又悲痛的表情，躲开婆婆的手，扑向救护车。老公，你怎么了？别吓我呀！我就是出去买解酒药，你怎么就这样了？老公已经昏迷过去，我哭得就像一个被吓到不知所措、深爱着丈夫的妻子。好了，家属们不要吵了，还是赶紧去医院抢救吧。跟车的医生提醒了一句，还想过来打我的婆婆顿时清醒来过，抱着她的儿哭。婆婆抬起头，恶狠狠地警告我：我不放过你的。老公最终还是被抢救过来了。我在病床外面的椅子坐着，看侦探发来的消息，原来是老公告诉婆婆吴丽丽怀孕的消息，等到我死了就可以接上她一家团聚。婆婆太高兴，没有通知老公就来了。她不知道吴丽丽的住所只能先来我们家。你好，我们接到报警说你涉嫌谋杀。我抬起头，两个穿着警官制服的人站在我面前。婆婆推开病房的门，一下子坐在地上。啊，我可怜的儿子啊！
你当初不听我的，非要娶这个毒妇，现在差点把你害死了。他好狠的心啊！警官同志，你们要为我儿子做主啊！婆婆边拍大腿边哭嚎着。很显然，婆婆是知道老公和吴丽丽的计划的。周围看到的人停下来，对我指指点点。我紧紧抓着心口的衣服，逼自己挤出了几滴泪，苍白着脸对警官说道：“我愿意接受调查，请你们还我一个清白。”对比婆婆满嘴的污言秽语，我就像一株柔弱无辜的小白花，任谁都看得出来，我是一个被恶婆婆欺压已久的受气包。这种反差很容易博得别人的同情和关爱。周围的人果然转变了态度，看着婆婆的眼光充满鄙夷，可是婆婆丝毫没有察觉到，还囔囔着要送我去坐牢。我低着头跟着警官出去，转身的瞬间，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微笑。婆婆难道以为我没有准备吗？家里的监控一直开着，我有证据能证明自己的清白，将自己从这件事情里摘出来。然而老公就不一定了，我从来不检查他的手机，所以他和吴丽丽的聊天记录肯定不会删除。而且对于杀掉我的计划过于自信，他的手机一定还留有大量对他不利的证据，就算删除警官也能恢复。果然，警官在对我们进行调查后，发现了老公手机里的秘密，有出轨的内容和吴丽丽密谋杀害我的聊天记录，非正规途径购买安眠药的记录。几天后，老公刚醒过来，还一脸懵逼时，就被警官带走了。婆婆陪着吴丽丽做产检，刚好遇见，扑上去对着警官又打又骂，被以妨碍公务带走。由于吴丽丽也参与其中，省得警官再去找，一家人整整齐齐被请进派出所。事情整个反转，侦探告诉我时，我忍不住笑出来。心也终于落地。趁此机会，我联系上了早就找好的律师，将老公和小三告上了法庭。趁你病要你命，将自己搜集到的还有私家侦探提供的证据提交给法院。我不仅要让老公坐牢，还要他净身出户，房子和钱一样别想得到，送给吴丽丽的财物也要追回。出了这样的事，公司立马开除了老公，并发布公告，强烈谴责了他。在我有意无意不小心的透露下，公司的同事还有小区的邻居都知道了老公的真面目，他们大为震惊，想不到平时看起来宠爱妻女的老公，居然是衣冠禽兽，不仅出轨家里的保姆，让她怀上孩子，还和保姆设计杀死原配，简直是丧心病狂。所有人都和我站在统一战线，除了婆婆。由于没有参与进这件事，婆婆很快就被放了出来。小杰呀，妈就这么一个孙子，你高抬贵手，放过他们吧。婆婆一把鼻涕一把泪跪在我们单元门口。她倒是聪明，没有直接跪在我家门口，而是在这里吸引其他居民的目光，为自己拉一波同情。可惜她演晚了，别人早就见识过她的真面目了，加上知道了真相，大部分人更同情我。要不是吴丽丽和老公动了杀人的念头，他们怎么会有今天这一步？不好意思，你儿子可从来没有想放过我，我帮不了你。我居高临下看着婆婆，不顾她的声泪俱下，冷冰冰说道。婆婆怒了，故技重施，她站起来，用一切恶毒的语言攻击我，甚至是我的父母。要不是有邻居们拦着，她还想撕碎我。也正好有邻居拦着，我毫不客气地给了婆婆一巴掌。你没资格骂我爸妈，羞辱我可以，羞辱我的父母就别怪我了。一下子被我打懵，婆婆更加叫嚣着要撕我，然后被赶过来的保安撵出去了。
邻居们纷纷安慰我，我一一谢过，对婆婆的挑衅不以为然。她越是这样，就说明老公和吴丽丽的处境越是艰难。我等着他们进地狱的那天。律师交给我一份最新的证据，我疑惑地接过。按照目前的证据，我们只能将老公送进去，但估计不会判很久。吴丽丽因为怀孕，就像有了一道免死金牌，可以取保候审，而且动手的人不是她，会判得更轻。今天律师找我，肯定是有什么更重要的证据，可以将他们锤死。最上面的资料是老公挪用公司公款，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贿赂的证据。我嘴角露出微笑，太好了，有这份证据，老公会多几项罪名。可是越往下看，我的脸色越差。后面的资料是老公和保姆的聊天记录。吴丽丽，你顺便把囡囡解决到，我不可能做后妈的。老公，不行，这样太明显了，别人肯定要怀疑我的。吴丽丽，那你就别想要儿子了。老公，我做，你别生气，给我一点时间。囡囡被他送去王阿姨家，我不好下手。吴丽丽，快点，你把囡囡带走，从楼上推下去，就说是她自己失足掉下去的。老公，知道了。时间显示几天后。老公，行不通，王阿姨不肯放人，陈杰一定是交代过。吴丽丽，我不管，你快点解决孩子。老公，再给我一点时间，我先把大的弄死。吴丽丽，快点，这个星期你还办不好，我就打掉你的儿子。啪！我将资料摔在桌子上，怒不可遏。他们居然还想对囡囡下手。要不是我特意交代过，王阿姨就要被这两个畜生得手了。这是警局那边提供的资料，倪先生大概是不会被放出来了。律师看着我又是后怕又是愤怒样子，开口说道。我逐渐冷静下来，在脑子把事情梳理了一遍，拿起手机联系了一个人。我绝对不能就这样放过他们。在调查老公和吴丽丽时，侦探发现了一个秘密，吴丽丽不是被父母打的全身是伤卖给别人的，她是被她的老公打的。她不顾家里反对，跟一个小混混结婚，婚后才发现这个男人会家暴，在一次被打后她逃走了。小混混的条件根本娶不到老婆，一直在找吴丽丽。我透露了吴丽丽的消息，她当天就杀到了城里。没多久，侦探就告诉我吴丽丽流产了，老公家的皇位没人继承了。我坐在沙发上，抱着熟睡的囡囡，由衷地笑了出来。审判结果下来，没有意外，老公这辈子别想出来了。吴丽丽没有孩子做挡箭牌，也要进去踩10几年的缝纫机。我得到了所有婚内财产，顺利离婚。囡囡的抚养权也是我的，一切尘埃落定。老公却提出来要见我。原本有些发福的男人瘦得皮包骨，形容憔悴，跟之前在监控里意气奋发扬言要杀我的人判若两人。老公，不，前夫紧紧盯着我，半晌他才开口，有必要做得这么绝吗？我淡淡一笑，完全一副胜利者的姿态。这不是都跟你们学的吗？前夫脸上闪过一丝愤怒，转而眼眶通红地扒在玻璃前。小杰，我只是一时鬼迷心窍，对不起，我没想伤害你的，我爱你。如今再听到这些深情告白，我只想吐。我很明白他为什么说这样的话，不就是想让我心软，捞他出来吗？做梦，我不是以前那个天真的傻女人了。绝对不会让威胁到我和女儿生命安全的人出来，他就安心在里面养老吧。我冷冷吐出2个字：做梦。无视前夫的苦苦哀求，我转身不好留恋地离开。囡囡还在家里等我呢，我们的好日子还在后头。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